嗨，大家好！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这开箱的这个东西，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要来安装的东西是什么啦，就是后箱。老实说，我自己是没有想说有一天我会把后箱装到 MT5上面去，因为老实说我自己是还蛮排斥说装后箱到挡车的车上啊，因为我觉得呢，一台挡车，其实你装上后箱之后，会把整个车子本身的尾部的线条就破坏掉了。然后，所以我自己是对于改装这部分还蛮讲求说整体的利落跟美感。这台 MT5呢，其实我之后是希望说它能够让它变得再更加的实用一点。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说骑挡车的话，你最需要的就是置物空间嘛。那我之后对它有一些就是需要长途的使用的一些计划。那因此呢，我在这边我是想说要增加它的一些置物空间。像我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说，就是有马鞍带，就是我装在 R1 上面。那各位可能看我之前的环岛影片也有看到。那可是为什么我这次我没有直接用R1 的马鞍带直接装到 MT5上面呢？是因为说那一次我环岛回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马鞍带它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支架，就是固定马鞍带在左右两边的位置，所以它马鞍带是直接就会接触在车壳上面。那短时间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我那一次的环岛旅行，它经过了就是雨战啊什么的，所以有很多的泥沙就是会卷到车那个马鞍带跟接触的车壳的中间，它那个泥沙就有点像是沙子一样吧，然后所以就把我的 R1 的车壳就部分给磨掉了一层。那虽然我 R1 车壳上面有贴膜保护，但是贴膜其实没有完全包起来，就没有包起来的地方就磨掉了一层的烤漆，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不太敢再用那组307P 的马鞍带，所以这次我会考虑要再装一个置物的箱子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我要装有货架的形式的后箱。OK，Anyway，那在选这个后箱的时候，其实我当初有考量的一些点啊，就是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的 MT5 它有改那个就是排架下移，那所以在我的那个方向灯的部分呢，它的位置是在上面这个地方。那刚好货架的这个支架，它通常不同家他们可能做的形式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会绕过这个地方，然后接待可能这个点或者这个点之类的，然后或者这个点。那所以如果说有改像我这样子改排架下移的人呢，可能要特别去注意说货架的形式，免得说到时候可能安装上面你的货架可能会跟你的方向灯会干涉到，就变成说就无法安装。好，那这次装的这一组的货架跟行李箱是DMV 的 Dimotive 出的铝风悍将的行李箱啦。那这一组一方面它价格上面其实不是那么的贵，然后当然可能跟一些很知名的国际大厂，比如说像 GV 啊或者是 Shed， 也许他们的品质可能是有落差的，但是我觉得它至少说可能对于我第一次想要使用后箱来说的话，我不想也许我可能之后装了之后非常非常的后悔。那可是有可能之后也可能不会装，所以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啦。好，那 anyway 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货架装上去，来看看说这个货架装到 MT5 上面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啦。Let's go。行李架的形式就还蛮简单的，基本上就是直接锁在那个 MT5 的那个尾巴上面去。OK， 那锁的位置的话，就看这个图。好，那基本上我们接下来就来动工吧 ，Go。看这个货架不是 MT5 用的规格，
经销商寄错给我，虽然说外箱是对的，但是里面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的。我看外箱这边的话，它是3件式的组合，然后但是这个呢，它是直接1件式焊在一起，而且这些锁点位置根本在车子上面完全找不到对应的锁的地方啊。好吧，没关系。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找经销商这边，再请他再想办法处理这个错误的东西吧。那左后架左右两边，然后这是它放就是行李箱的地方这样。然后这是它固定的一些螺丝配件，然后所以看一下，所以预计装上去的状况呢，应该是它是固定在这一颗螺丝上面，所以希望是可以闪过这个灯。这个方向灯的这个位置，好像是刚好可以闪得过去，可是这个还是要等一下实际装上去之后才知道能不能够闪得过去这样，因为其实刚好可能距离上面差了一点点。再来呢，就是我们选这个其实我为什么没有选更大的？就是一方面可能店家有建议说，就是我在因为 NT5 车型的关系，因为比较轻巧，所以你在买更大的行李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后面的重心有点太重了。而且在整体的型来说，如果你真的用到那么大行李箱啊，你其实装在 NT5 上面也蛮难看。但是事实上，45公升的容量其实应该是就一般的使用来说，算是应该蛮够用的。那打个比方说好了啦，就是像 XMAX 的。我们行李箱容量，我们都知道 XMAX 的行李箱容量很大嘛。那 XMAX 行李箱的容量是45公升，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容量就等于是多了一个 XMAX 的行李箱的空间。那这行李箱这边是设计上外观设计上面呢，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就是在外观上面这种蛮多的这些固定点。那这些固定点可以绑一些弹力绳啊，就是你可以假设有一些额外的行李啊，想要放在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用弹力绳或者是什么东西去把它给绑住、固定住，绕在上面。所以这个是还蛮，或是你可以挂在侧边，左右两边侧边都可以挂东西。然后它的开关的部分就是从这里压上去，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打开来。OK， 那在这里有个隔网。然后再附一个拉链这样，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是就是行李箱的钥匙，就是这边的钥匙，然后这里有安装的说明书，在这个地方，然后它这有附小背枕，然后这小背枕呢，就是你到时候可以粘在这个后面这样的话，你的后座呢，就是可以靠在这个小背枕的上面，就是在乘坐的时候会比较舒适一点。OK，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也是一个固定物品的一个绑带，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来。然后这个是一个反光条，它是可以让你贴在两边的侧面，各一个这样。可是我是不会贴，因为我觉得这超丑的。然后这是它的底板的，跟我们这个行李架这边组装的时候固定用的配件的板件这样，就等一下就会使用到。然后它在这里面的内层，它有做那个有点像那防水布的这个设计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是防止说你东西放在里面的时候会碰上。它特别是比如说你安全帽放进去的话。放进去，你可能很怕安全帽会碰上的话，这是一个保护。上层这边也是同样的材质有保护。然后呢，在这里啊，它有
整个周围是有一个密封的胶条。那这个胶条就是你盖上去之后啊，对，这边盖上去之后就可以达到防水的效果，就是下大雨的话也不怕说里面会漏水。而且最基本的是说，它这里啊，它是这里的内缘是高于外缘的，所以基本上水要这样爬进来，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啊。然后所以这边的设计是还蛮正确的，就是可以让那个水就可以阻绝在行李箱的外面。我相信它的防水效果应该是不差，就这样设计来说。好。然后再我们给它看到底部吧。OK， 然后这是它的底部，然后它底部的部分就是一样，就是这个拆掉之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东西要抽起来。OK， 这样。OK， 那它基本上就是这里有这个滑槽这个滑具的这个扣，它刚好就可以扣在这个滑槽的这个地方这样。然后这里总共有4个扣点，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4个扣点这样子。OK， 那等一下我们组装呢，我们会先把这个底座要先给它锁起来，不然等一下你这个东西装上去之后啊，你要再锁它的时候就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进行组装吧 ，Let's go。好，那这是刚刚那个行李箱的底座，那我要把先把这个行李架的这地方先跟它先组装在一起。那刚刚呢，就是在锁这个底板跟这个后货架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扣啊。那这个压板其实不是那么好锁，因为它基本上它都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都是可以滑动的。然后你一边又要让这个货架这边置中，然后另外一边你要固定这个底板，然后你这个螺丝又很长，然后所以就是你一边这边要用这个6角扳手这边把它给固定，它才不会跑掉，然后再用另外一边同时用套的扳手这边去把它给锁紧，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好锁啦。不过总之锁起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像这样，那在靠近尾部的时候两边是比较靠拢的位置，然后之后靠近车体的地方是比较外侧，然后里面呢这里的螺丝的固定位置就在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好，那目前这样子看起来，方向灯呢是还没有和它有发生直接干涉的问题。看，好笑嘞！可以看哦，它这个螺牙这里，它穿过去的时候，这里会顶到上面这里，所以这孔是 mismatching 的。但是这个它刚好上面还有空隙，还可以。
所以这一个地方可能看把这边给拔掉会不会比较好塞？好了，那我把它上面这个防水盖拆掉之后，然后这里刚好顶到这里，但是至少这个螺丝可以锁得上去。然后这边的话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这边它在焊接的这个定位的组装这边有一个这边不太好的这个误差。那最后呢，我们再来锁这2个位置啦。好，那最后它的安装的结果就是像这样子，后货架的地方跟行李箱的底板，那锁点的位置就是这2个地方，然后还有这2个位置，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 ，OK。好，这样就搞定了。会不会抖动感的话，之后等上路试再来看看吧。下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贴纸给贴上去喽。助粘剂。好了，那现在后箱这边就装好了，那装起来的样子大概就是像这样咯。然后，那虽然后箱这边比较宽一点，但是因为我现在有改这个端子镜，所以在视野上面就比较不会说被后箱给挡住。然后我们再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方向灯的部分，因为我这是改牌照的下移，那所以方向灯的位置在这里，那刚好它就可以闪过方向灯的位置，而不会跟这个支架给干涉到。然后，但是呢，就是这个位置啊，就它其实在组装的这个品质其实不是那么的优异啊。那毕竟这个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套件，不过至少还能够组得上去。然后只是说要把这个盖子这个地方防水盖这个给拔掉，那这里就是之后要再上胶把这个地方给堵起来，这样才不会让水漏在里面。然后后视镜镜头也没有干涉到，也 OK。好，那在安装后箱呢，其实很多人也会关心的一点是说，今天加装的这个后箱到底是不是合乎法规的一个安装呢？那在我们的法规里面的规定，你的后箱在安装的时候，它的最后缘的部分不能够超过你的车体的后轴超过50公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确认一下说，那这样子的安装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呢？因为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多出了这一节，其实会很担心说多出了这一节会不会让它的长度的这个部分往后拖太多，那这样子导致说会超出我们的法规的规定。首先我们先来确定后轴的位置大概在哪个地方。OK， 那现在这里是我们现在用重量的这个部分啊，重心这里让它去自由的垂放，它的位置大概是落在这个位置，就是尾巴的这个地方。OK， 好，那我现在呢，我把我这个黄色的这个卷尺的这个地方呢，就是50公分的这个长度啦。那我们现在定位就是定在说刚刚的这里，那我们这样子放在这里去量这个长度。那这样子量呢，其实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说，其实它确实是在50公分的这个范围内，我相信这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上路来实测一下这组后箱，然后使用起来的效果怎么样咯 ？Let's go！ 准备司马库斯，前段哦，光不要整个跑完全部哦，那个要花1-2个小时哎。当然啦、司马库斯是最严苛的。然后骑司马库斯是仿赛的噩梦。对啊，我根本不敢骑仿赛来司马库斯，好不好？好怀念哦。几年没来了？2年吧。哦，烂路来了。我看怎么抓？有在上下震动哎。有吗？有。你是说你的摄影机还是我的的后箱？你的后车厢。看得出来在上下震动。嗯。但是多少一定都会有，因为这个可能跟你的避震有关系吧？不是杆子在晃，是你的避震有带动你的那个。其实这是联动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从我自己车子本身的车尾的强度。对啊。就是我本身车尾的强度。哦，哎呦，小心哦！哎呦。哦，看测试烂路来司马库斯就对了，好不好？这段路竟然要小巴可以开得上来，我真的很佩服。因为我原本还想说，我在桃园要测烂路的话，我到底要去哪里找？好像真的有烂路，好像又不够烂。真正的烂路还是要来司马库斯来路啊！洗板路来了。对啊，其实你的那个车厢不是左右晃，是上下晃。那上下晃跟你的避震是联动的啊。对啊，有啦，它本身因为也是比较长的关系，所以那个晃动也是会来自于之后那个杆子的长度也是会。我觉得。哦，真的来这里测试测对了。哦，这个路越来越难走了。哦，这里又是会滑的哦。嗯。哎呦，这真的会滑。而且我车子又那么重，吹一吹就后轮就会撇一下。我知道，转个弯就到了啦。快了，去试验一下有多深。哇塞，真的是拉力级的路呢。应该再买一台那个哈。哦，这么深哦！靠，很深哦。很深，你等我一下，我要想一下怎么过。从中间那里一定是 OK 的。你左右两边一定更深。真的有点惊啊！你看我轮胎刺多深了。一鼓作气就过来了。等一下哦。完了，唉，真的要洗车了。一定要洗，本来就要洗啊。而且你知道吗？干！我靠！刚刚我们第一个哭到应该就要回头了哈。哎，我觉得这个不行哦。丢石头看看嘛。我觉得这个你可能要你先哦。但我觉得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深。你等我一下哦。好深的。这个大概有半个轮胎哦。这个很深，这个也很深。我觉得这有半个轮胎耶。我拿一个那个。
还好，这边还好，一样是到跟刚刚那个深度差不多。这边比较深，而且这边软的，啊没有，这边还是石头，四边石头，可以的。这边比较深，这边不要用，这边到这里了。OK。然后中间可以走，中间可以走。中间比较保险吗？对，中间比较保险。Go， 加油！中间，然后从那个中间那个斜坡那边上去，有没有？那边比较平，那边比较斜，不会直接那个坎子太高。对，可以，OK。看，我为什么要先走了？当然啦，你的车那么轻。哎，你的东西，你的后面那个掉了，你停下来，支架。支架。嗯，正大螺丝是不是掉了？我靠，真的耶。太正了吧？它这个锁有橡皮吗？中间没有橡皮。没有。可以找吗？找不到了啦。你什么时候看到的？就刚刚掉下来而已啊。刚刚掉下来，应该也找不到了啦。啊，这比较麻烦，我没有带束带。束带，对吧？我没带束带。掉下来了，刚路况太正了，正到说这个螺丝都松掉，对吧？我这螺丝不知道，这也回去也找不到路。而且你其他的要看有没有松掉。是没有。对吧？就这个螺丝啊，好吧，回去再想办法。是用扭力扳手锁的吗？没有，它没有标扭力啊。那你应该锁到最紧哦。其实它很紧，已经锁得很紧。哦。那真的就是路况太差了。我的那个后车包里面有束带，今天没有带出来。还好啦，这个也有运动绳也蛮强劲的。螺丝都被震掉了，你觉得这个会撑得住吗？不然我现在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啊。拍摄的路况太严苛了，严苛到螺丝都弹掉了，而且偏偏是这个比较不密合的这颗螺丝。它应该会防水的啊，你这有橡皮。对啊，但是还是要试一下啊。哦，好。其实我真的觉得很难推荐这一个东西给，因为你如果真的要便宜的话，它很划算。可是它就是有一些小细节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精致。对啊，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细致这样。不过其实如果它防水可以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对啊，这箱子价它不到1万块钱是啊。它这边还有做那个防。对啊。凸的这个地方。好吧。我的手套嘞？方便的嘛。像我们在之前就在聊说会不会螺丝震松了。对啊。真的发生了。对啊。我应该要记得带6角扳手出来，然后也应该要确认一下的。测试完应该要确认一下那个
螺丝会松掉。六角扳手出来也是很合理的哦。对啊，买这个箱子哦，你骑出门可能随时都要准备带六角扳手。而且还多带几个螺丝。对啊，我觉得我这个螺丝可能要上个螺丝胶之类的。哦，对啊，但是它8年住了。对啊，如果它有这个这样子的那种潜在的，因为我觉得它刚好是在一个会活动的关节，它就这样一直这样上下这样夹来夹去活动，所以螺丝就会松掉。啊，其他螺丝因为是平的，它是这样拉伸的那种张力，那个就比较不用担心。所以我觉得它这是它一个设计的问题，它不应该用直接锁，它应该是用一个螺丝加一个螺帽，然后中间用挖下这样子去固定这个有可能会滑动的关节，这样。它这是设计上的问题。你这个是也算是测出它大差的极限了。对啊，可是这极限也他妈太快了吧！我才从早上出门骑，然后骑到现在几个钟头而已，就极限就出来了。妈的，有点北宋。负评。好，那在我们刚刚去的司马库斯跟镇西堡进行的残酷的道路测试之后，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另外一项严酷的测试。那这个严酷的测试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行李箱的防水性的测试。那接下来我们就用高压水枪跟泡沫，然后来冲洗它，然后看看说它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很好的防水，让箱子里面的东西不会湿掉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来进行测试吧 ，Let's go。好，那今天最后一关呢，就是在高压水柱跟泡沫这边反复的冲洗之下，那我们来看看说后箱里面是不是能够耐得住说这样子的强力的水柱的冲洗，因为这是有点模拟说你长时间行驶在大雨下的时候，这时候你对于你的车厢里面的防水度是不是能够依旧是很好的。好，那这边我有点担心，不过终究还是要打开来看一下，说到底状况是怎么样。好，打开来喽。哦，打开来了。那各位可以看到 ，OK， 里面是非常的干的。那有水的地方就是在接缝的这个位置，这边是有水，所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说，在里面这里是完全没有湿，只有在边边的这个胶条的地方。这里才有水，所以我觉得防水性的这一关这部分，我给这个箱子过。好，那接下来是总结我对这次的 Dimotiv 出的这一款MT5专用的后箱跟后货架。那其实后箱应该不算是专用啦，然后主要是后货架这个部分它才是专用款的。那后箱的这个部分基本上它是通用的，那它有出。就是2种容量嘛，一个是45公升，另外一个是55公升。那不管是哪一种容量，基本上它的设计上，基本上的主体的设计是一样，但是差别是差在说后货架的部分。那我现在讲优点好了，那优点是这个后箱跟这个后货架，它加起来的总价这部分大概只要8000块钱新台币。那我觉得这部分在价格上面还算是合理，而且是相对来说算是有一定的 CP 值在的。那除此之外呢，那你装了后箱之后，你当然所带来的便利性啊，这个当然是没有话讲。它这便利性真是相当的好，那当然是，而且
在这后箱上面的设计上面，它可以去勾那个网子。那这边有很多的吊钩，你还可以用来去吊其他的置物袋或者是什么的，可以去挂饮料。然后这个网子呢，你就可以看你是要像我可以放安全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那再来是你也可能可以放一些其他另外可能箱子里面放不下的空间的东西，你可以用网子这边，或者是下雨天，然后你想要把东西给晒干是湿的东西的话，你不想要放到后箱里面的话，它也可以用织物网的这个部分给收纳在这个上方。那防水性刚各位看过，我觉得防水性是 OK 的，所以这部分防水性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拆装的部分，我觉得算是也是蛮简易的，这也是它的一个这个行李箱的一个优点。这个后箱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是，它这个是虽然说是是小号的45公升，但是它的空间是足够可以放进一顶全罩的安全帽。那像我的 Align 的 RS7S， 然后它可以完整的去放在这个箱子里面，而且我的安全帽的侧边还有再加一个 Sena 14 EVO 的摄影机蓝牙耳机这样。那你们各位知道说 Sena 的17 EVO 的这一款，它其实装在安全帽上面的时候是比较凸出来的。那所以意思是说，它还能够这样子完整的放进连着 Sena 14 EVO 的蓝牙耳机一起能够放进后箱里面，代表说它的空间的宽度其实相当的足够。所以我相信一般市面上比较大帽体的安全帽应该都可以放得进去。而且我这一顶Align 的 RS7S 它的尺寸是 XL 的。然后再是我讲行李架的这个部分。那行李架的话，它的设计本身，我觉得它对它的组装是相当的简易，这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它基本上你会拆螺丝、会锁螺丝的话，应该基本上不用太费功夫，很快就可以组装起来，这是它的一个优点。那像我们刚刚在路试啊，各位看到说在路试的时候，这台车在司马库斯跟镇西堡的那个烂路呢，其实这个后货架这样子整体来说算是震动的幅度算是相当的小，而且算是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稳定。那原本我有点担心说这个长度它多了这么长的一节出来，会不会让它的震动变得更明显？那我觉得实际从影片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是还好。那我相对来说算是蛮稳定的。然后更何况说，我这里就是试到一半的时候，这螺丝喷掉嘛。喷掉之后呢，那我还是可以一路的这样子骑回来，然后这里的这个支架少了这个东西的支撑之后，然后居然没有整个这样掉下来，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里的强度上面算是还不错。那优点讲完了，接下来是我要讲比较残酷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它的缺点。好，那现在我们讲它的这个部分的箱子的地方。第一个，它的锁的地方，我觉得它的开关啊，其实不是很就是在插进去的时候不是很好插。然后当然可能是我一开始使用的关系啦，然后所以在这边的插进去有时候有点卡，有点插不太进去。那不过几次之后就找到那个角度的话是觉得还好。在它这个箱子打开来啊，各位可以看到它上面虽然我觉得它有装一个置物袋，这个原本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优点，只是说虽然说还是可以放东西啊，但是我很纳闷的是说，为什么它不再做大一点呢？然后你看它现在空间只有做这么大一个面，它只做中间的这一块面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它这个啊小到不行啊！我要放东西进去的时候，你看像我要放这个，其实是很难塞，它这开口这地方它是没有弹性的，所以我在放东西的时候是非常的难放，会放不太进去。那所以我觉得说你要么就干脆就把这个做大一点，让置物的空间比较好放，然后你可以做满版一点，我觉得应该是无所谓。然后可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变成说有点浪费掉这些周围的机灵的空间这样子。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后货架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后货架我刚刚讲说它有它的优点，就是说它的组装非常的容易，而且我刚才其实还少讲了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用料，你看它这边的板其实都还蛮厚实的。所以它的强度我觉得是还蛮 OK， 但是呢，像各位看到我前面的这安装影片，它的在这里啊，它的组装部分其实是卡的，所以不是那么好安装。那虽然说我后来是我有跟他们的人员就是卖家这边有
有联系，然后跟他们讲说我这边组不上去的一个状况，他们跟我说其实是我没有调整好。我说不是说没有调整好，因为这根本你不用调整，它这已经是完全是顶到了，你这个装上去的时候根本是没办法去让它去合住的。好，那各位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孔啊，基本上你要把它对上去的时候，这个上面是完全是已经会顶到它的，然后你除非你把上面的这个防水盖拔掉的话，它才会比较有多的余裕。那所以你这里我那时候在组装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硬锁上去，所以锁上去之后，让上面这个防水盖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它是有一点往前，因为顶到嘛，所以被压到有点变形，是往前推，然后这个孔才好不容易去对上。包括实际上你这边去看，这里是完全没有空隙，但是呢，它的另外一边的这个状况就相反了。你看这里锁上去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很明显，这里的空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说我这里没有调整好，或者这里没有调整好，一定是它这里在校正这个当初在上字距的时候，在焊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焊好，然后或是它的字距的校正点跑掉了，所以导致说这里是有一点偏上面。然后，所以我在焊的时候，或是这个支架有点太上面了，所以导致说我这里就会顶到上面这个位置，这样。好，那像刚刚各位看到我在入试的时候，试完司马库斯跟镇西堡这个残酷的这些烂路的时候，这个螺丝居然也喷掉了，而且很巧死不死。很巧的是，就是这个我很难锁上去的这颗螺丝。然后，那这颗螺丝呢，其实我很确定，我当初我在锁的时候，我锁得非常的紧。而且跟这个一样，我锁得非常紧，但是各位可以看到，这颗螺丝是完全没有松的，然后这颗螺丝居然去松掉，所以我现在不确定说这个牙孔是不是爆掉。那基本上像这样的设计，如果你是螺丝是在相对的这边的受力面是这样子，是从这边，那你的螺丝是这样子的受力面，那就比较没有关系，因为它只是朝你的锁的方向这边去受力。可是今天你这边螺丝锁的方向，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相对的这样子转动，那所以牙跟牙就会有摩擦力嘛，然后所以就随着摩擦力可能就一直转动，它就摩擦之后就弹掉，这是很有可能的现象。那虽然说这已经不可考了，所以刚刚我们才发现了一个现象，可是从这边我觉得可以推断的也许是这样子一个现象。那这部分如果是这样子一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换成是用螺丝跟螺帽加挖下这样子去把它给锁紧。然后，但是这部分它这里后面的这个固定的这个部分，它是用一个螺帽这边焊接在这个支架上面，这就是现在是短时间是没办法这样子改。那另外一个解决的方式呢，就是你在锁螺丝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上螺丝胶，这可能可以在补强这一块可能松掉的这个机会，但是这没有办法100%确保这样。然后最确保的一个方式就是你锁上去之后呢，干脆就是直接把它给焊死这样子，就直接去找焊接的师傅帮你把这个地方给焊点给焊起来，然后让它干脆就是螺丝就是焊死在这个里面，是不会这样就没有机会会弹出来。那基本上这样的支架呢，其实不是每一个车型啊，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NT5的话，它的支架它是有分这样子上下这样子两个部分，好，但是像其他的车型啊，比如说其实像他们一开始，虽然说我是跟他们要的是MT5的支架呢，可是他第一次寄过来的时候，寄给我的是 KTM 390的支架，这我也是傻眼，因为它的包装盒外面写的是 MT5的规格，然后盒子上面也是MT5 上面写的组装图也是贴在盒子上面，但是内容物一打开来居然是 KTM 390的支架，所以我那时候瞬间打开来看也是傻眼。好，那虽然说他跟我讲说 OK， 那第二次我请他再补寄嘛，那补寄之后他跟我讲说他出货前一定会再三的确认，就来了之后又是这样子一个组装问题，然后虽然说他一直强调说这个是之前他们其他台都没有这样子一个情况，而且他们现场这边的支架也没有这样的情形，那我只能说我有这样的情形应该只是我的运气不好吧，不然就是我比较衰而已这样。那总之呢这个支架的部分呢，我个人是非常的不推。那可是呢箱子的部分我是觉得是本身箱子的品质是还不错的，所以我认为箱子的部分是可以买，但是支架的部分我是建议你们就是买别种的支架。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箱子它的下面的这个锁的这个部分呢，它基本上是可以用通用的规格的，所以你买的支架可以用箱子的这个通用的这个夹具，就可以去用在不同厂牌的支架上面。但是 Dimotive 的这个支架呢，我是不建议你的 NT5是买这个支架来装啦。今天这部影片呢，就是跟各位分享我这台 NT5 装后行李箱跟后货架这部分的使用的一个心得跟实际测试的一个影片啊。那我可以说，这个后行李箱跟这个后货架这样的一个组合呢，算是一个相当方便的一个 package 啊。然后价格上面其实相对来说 CP 值也算是不错，但是因为 CP 值高，也代表是说它可能在某些的地方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优异。那各位也从前面的影片也看到说，这个后货架这部分遇到这个问题。那虽然我不知道说是不是每个买这个后货架的人都像我一样这么衰，遇到这些这么多的状况。然后可是呢，我是觉得说这些状况是不应该会发生的啦。好，那今天这部影片呢就拍给各位参考一下。那各位如果对这产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